周末啊，休息了2天，咱们今天啊接着排案。今天咱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我想总结一下白纸运动啊，因为白纸运动在未来啊历史上一定会有一席之地，也值得咱们拿1天的时间来专门总结一下这场运动。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想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此时此刻，也就是1周之前啊，中国会爆发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聚集运动，并形成了以白纸为核心的这样一种口号和象征。我个人觉得有这么2条线索吧。第一条线索呢，就是官逼民反，因为过去半年啊，这个越来越变态的防疫政策啊，最后啊，它不仅仅是让普通老百姓失去自由，实际上是让很多人都没办法活下去了。这最显著的标志啊，一个是全国各地你去看，很多地方的人在自杀，活不下去了嘛，跳楼的跳楼啊，然后有的人就是在方舱医院里头啊自杀的自杀，我见到很多起啊。另外一个方面，你就可以看一下，就是很多产业工人在这里头，在这一次运动中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最显著的特征，一开始就是发生在富士康嘛。富士康大家都知道，中国制造的象征，世界工厂的核心呢，全球最大的这个苹果电脑的装配中心，那里的工人聚集着几十万，他们但凡有一点可能，他都不会反抗，因为他们其实是社会最底层，最需要钱。但是为什么在富士康的那个地方工人最终会逃离呢？也就是说，疫情如果不变态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些最需要钱的底层社会的老百姓是绝对不会逃离的，而且以那么夸张的方式，徒步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啊，逃离富士康啊，那一幕的场景啊，应该说给很多人震撼是非常强烈的。我当时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就在想到，就是它已经危及到整个产业工人的生存了。这是第一幕啊，紧接着后面就是广州的海珠区那些布批发市场的那些湖北人，他们的抗争，其实他们的情况跟富士康啊有些类似，就是他们其实也是中国制造的那个细胞的末梢，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产业链的最下游嘛，他们但凡只要还可以生存下去，也不太会反抗。但是由于把他们封锁了起来了之后，双11一年就这么一次赚钱的机会，结果呢也失去了。最终爆发，把那个水马推开，把那个栅栏推倒啊！很重要的原因也是经济因素。警察叔叔已经无能为力了。回过头来就是郑州的富士康的第2次的这种反抗和暴动。因为当时第1次富士康的工人逃走之后，郑州市政府、河南省政府在全国各地帮着富士康来招人，结果呢一下子招来10几万人之后，面对着政策的朝令夕改，很多人不满，最终呢就发生了富士康的暴动。那么这次暴动呢，就掀开了全国的反抗运动的序幕，我觉得确实影响非常大。我操！再之后就是乌鲁木齐市老百姓的上街的抗议。大家都知道，乌鲁木齐市啊是全国啊封城时间最久的这个城市，100多天呢。所以这里的老百姓啊，他们跟其他城市的老百姓的感受啊，应该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你看那些聚集到乌鲁木齐市政府门前啊喊的那些口号，要死一块死，对，要死一块死。喊的是什么？他说要死一起死，是吧？还病毒有什么可怕的？能喊到这种口号的时候，你就知道乌鲁木齐的老百姓说实在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当然还有一个客观的因素，就是乌鲁木齐市当时发生的这个火灾事件，一下死了10个人，那么全国人民的情绪都被聚集在一起。当时的微信的朋友圈是吧，一篇10问的文章，其实文章的水平并不是特别高，但是为什么一夜之间刷遍朋友圈呢？那是因为说实在的，乌鲁木齐的这件事情触动了全国每一个人的情绪。那么这条线索在我看来就叫官逼民反，就是政府的不合理的政策，最终把普通的老百姓啊，最后生存的希望都掐灭了。所以啊，他们只能走上反抗之路，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另外一条线索呢，实际上就是表达的线索，就是从过去的1、2个月开始啊，就中国的老百姓啊，不是在简单的在哀求，实际上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反抗的因素。
这个反抗的不但是反抗的因素，还有反抗的表达。这些反抗的表达和反抗的因素啊，其实最终被录下来之后啊，感染了很多人。这中间我觉得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重庆的那个演讲哥。当时那个演讲哥就在一个小区的门口嘛。自由换来了和香港一样的车水马龙。你是大英雄，你是大英雄，你是大英雄。我不为了自己。我们给你录像的。笑什么？你们都是走狗而已。胡萝卜一斤8块钱。我们也买不到啊。胡萝卜一斤到底多少钱？我问一下，正常的胡萝卜一斤应该多少钱？最多4块。2块9。这位阿姨肯定做了30多年饭，告诉我，正常的胡萝卜多少钱？他讲述了那个蔬菜的价格，对吧？我们现在风控期间，价格是正常价格的1倍、2倍。他讲出了升斗小民在这种疫情防控政策下生活之不易。那些人买16块9的胡萝卜，你们想过没有？他们要的幸福是什么？告诉你们，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病，它叫不自由和穷。我们现在全占了，我们还在为一个小感冒而折腾。为什么？我告诉你们最直接的原因，因为市政府已经错了，他们只能错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市政府错了，他们只能错下去，不然就承认他们错了，承认他们错了就必须要有人负责。然后呢，最后他就发出了那个怒吼：“不自由，勿宁死。”我们曾经有篇课文入选过我们的教材，上面说过6个字：不自由，勿宁死。不自由，勿宁死。很多人都说我们中国人不善于表达啊，其实啊，不善于表达不是中国人的天性，而是我们的制度本身不需要表达。你可以看看对岸的台湾啊，那些政治人物一般来说面对镜头、面对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侃侃而谈。为什么？因为民主制度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前提，就是如果你要参与公共事务啊，也就是参政啊，你必须要学会面对公众进行表达，或者说在一个公共议题可以进行公共讨论的制度安排下，人们演讲啊自然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素质，这个能力也会被培养起来。但是我们中国呢，其实长期以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从政者本身是不需要的，你并不需要争取老百姓的支持嘛。那么其他的层面上的公共议题啊，也是不需要公共动员的。我觉得重庆的演讲哥，他的那个表达，确确实实是在这个整个这个事件过程中间变成了一场非常重要的这个公共动员，周围的老百姓给鼓掌啊。而且呢，后来警察来的时候，警察把他抓走，然后这些老百姓又上去营救，最终呢，把他从警察手中给抢了出来。可以说，这个演讲哥的事件啊，它构建了一个类似于白纸事件的序曲和前奏，有抗争，有表达，有警察来镇压，最终有民众共同跟警察面对面的这个对峙，以及获得胜利，这整个一个过程。由于现在这个人人都有手机啊，智能手机啊，所以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不管是反抗的过程，还是表达的过程，都被这个手机拍摄了下来，这传到了互联网上。这些画面鼓舞了很多人。当时富士康那些工人去反抗的时候，很多人手上拿着手机，唱着歌，在往前走的时候，那一幕，我感觉仿佛像是那个电影的大片一样。因为其实那一幕本身确确实实也构成了一种社会动员，它告诉很多人，这些平时不可一世的大白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站在正义的一边，他们内心是怯懦的。他们真的要镇压这些人的时候，其实这些镇压者本身内心也有道德挣扎。警察为人民，哪里在为人民，在镇压人民？你们是谁的孩子？这又是谁的爸爸？你们良心不疼吗？今天死了多少人？你们良心不疼吗？你们良心？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表达本身呐，也变成了整个这次白纸运动前期的社会动员。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因素汇集在一起啊，最终又加入了个第三个因素，就是推特
中文推特在这一次整个白纸运动过程中间呢起到的独特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中文推特啊，过去啊跟境内的信息基本是隔绝的。我说的隔绝啊，不是指它这种所谓的有一个防火墙，而是这两个信息平台啊互相之间讨论的信息本身没有交叉。中文推特上的这些人呢，基本热衷于搞反共，对境内老百姓的生活之疾苦啊，他们自己发生的什么事情其实并不特别关心。即便是有一些信息也是零散的，或者说是被剪裁的、断章取义的，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大规模的老百姓，由于他们在境内拍摄这些素材，在境内的平台没办法播放，或者说没办法这个传播，最终呢，他们就纷纷的把这些信息传到了推特上。那么推特就形成了一个整个白纸运动过程中间社会动员的核心，这个动员的力量变得非常巨大。比如境内有人说啊，白纸运动有境外敌对势力参与，我觉得这话说的有一定道理。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推特啊，中文推特的这一次的广泛的社会动员的信息集合中心，我认为这次的白纸事件不会发展的这么波澜壮阔。那么中文推特就变成了境外敌对势力了，只不过你去看它以谁为敌。我个人觉得它不是以境内的普通老百姓为敌，而是以那些不合理的防疫的变态防疫政策为敌，以那些不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核心，罔顾整个这个国家的公共利益啊，那些独裁者为敌。我觉得这一次推特起到了我们国内过去新浪微博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我回头还会讲啊，这个影响极其深远啊。我个人觉得主要是由于这3个因素聚集在一起，最终经过了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一个女学生举起了那张白纸，然后迅速传遍全国，星星之火得以燎原。然后呢，从南京到上海，到北京，到成都，到武汉，到杭州，形成了这么一轮持续了将近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的波澜壮阔的白纸运动吧。我觉得这是白纸运动发生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白纸运动，有人问我啊，他说你觉得成功了吗？我个人觉得成功了。这个呢，评价这件事情有2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就是白纸运动啊，其实最直接的诉求是什么？就是要废除这个不合理的防疫措施嘛。这是全国各地所有的白纸运动的参与者的最大的共识。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天全国各地其实这个都解封了，政策也在急转弯，在转向。虽然共产党实际上不愿意承认，就是他的这个政策转向啊，跟这个白纸运动的抵抗之间有着因果关系，但是大家其实都明白，绝对是有关系。如果没有来自于这些群众的聚集，这种反抗，甚至反抗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政治化的口号，我认为共产党他即便是解封，他也不会这么迅速，也不会采用这种急转弯的方式。所以呢，应该说白纸运动为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争取到了他们最重要的权益，这个权益就是对这个不合理的防疫政策说不。这个也是没有先例的啊，就是共产党过去就是说你越争取我越不给你。你像香港，你争取补选，你越争取我越不给你，你不争取嘛，我还赏你一点，你要争取的话，你跟我斗，那我收拾你。这是共产党的逻辑，因为他是要奴才不要公民嘛。但这一次，因为他国内啊社会动员所形成的老百姓的怨气太广了，所以最终呢，实际上妥协了。这其实也是不多见的，在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上非常非常少。面对一场群众运动，最终妥协了，是吧？这是第一个标志。我认为第一个标准啊，我认为其实白纸运动成功了。第二个标准呢，大家都知道，从89年之后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这个在中国境内是没有过大规模的群众聚集运动，当然是以政治表达、公共利益表达为核心的群众聚集运动啊。我个人觉得这是第一次。群体性事件很多，但群体性事件都是寻求的自己的利益诉求啊。你比如说拆迁啊，我要求增加补偿款啊，是不是这个地方要建那个核电站，我不愿意啊。在全国各地，这个过去这些年很多，并不稀奇。但是以公共利益为诉求的群体性聚集事件，应该说这是第一次，那这是破天荒的，了不起啊！
而且呢，你要想想，就整个这一次的表达过程中间，最终还并没有以那种彻底的暴力镇压而收场，最终呢，在给人感觉好像是不了了之。但是不了了之，这个其实也是了不起的胜利啊，因为共产党并没有把这些人通过暴力的手段彻底的驱散或者抓起来。上海抓了一些人，很快就放了，是吧？北京就几乎没有抓人，其他城市有零星的这种抓人，事后证明也都放了。那这也说明，其实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啊，变相的争取到了这个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进行政治表达的权利，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这项权利从89年之后就没有过，真的是没有过。当然我也不认为呢，其实用这场运动跟89年进行那种比较，因为我觉得89年的那个叙事啊，属于中国的上一个时代。今天中国的面临的社会问题，应该重构自己的社会变革逻辑，不需要事事都需要跟89年进行比较了。如果你仔细看当年的89年的那场社会运动啊，其实提出来的诉求和口号都比较抽象，那跟现在的还不太一样。所以今天的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本身经过改革开放的30年，他们也在成长。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的民间反对运动不需要再跟89年建立特别强的联系，而且在整个这一次的社会运动中，89那一代的人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你可以看到境外的当年那些89那批人，跟这一次的境内的白纸运动有什么联系吗？他们有什么参与吗？没有。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啊，其实白纸运动是可以自己重构逻辑的，不需要跟89年进行联系，也不需要跟89年进行比较。假以时日啊，如果这种方式还可以坚持下去，那么我觉得它对中国社会未来的社会变革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第三个方面，我对未来几个方面的预测啊。第一个方面，中共一定会加强对外网的控制，因为我刚才讲到了这一次的白纸运动，整个事件的动员的核心在推特，在 YouTube。正是因为这些老百姓啊能够翻墙看到 YouTube， 能够看到这个推特，所以他们才可以聚集在一起，才可以凝聚在一起。大家可以看最明显的那彭载舟的口号，全国各地几乎每一个城市啊，在聚集的时候，大家喊的那个口号，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独裁要选票，这个口号就是当年彭载舟事件过程中间挂在四通桥上的嘛。但是你想想，这样的口号在中国境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过。那么为什么全国各地的这些老百姓在聚集的时候能够不约而同地喊出这样的口号呢？是因为他们都上了推特，都在推特上看到了。所以推特形成了这一次这个整个社会运动的动员中心。那么这个社会动员中心，中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掐掉，因为它控制不了推特，但它可以控制中国老百姓上网。最近你可以看到了对这个 VPN 的控制啊，正在逐步的加强，所以这是中共的未来的下一步的措施，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尽量切断中文推特对境内的影响力，也包括境外其他的平台，比如 YouTube 这样的平台啊，对境内这种政治行为啊、社会运动的影响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参与整个这种运动的人呢，我认为啊，他不会处理得太重。事实上，你看啊，上海的那个当天晚上抓了一批人，但是呢，到第二天基本就全放了。北京几乎没法抓人呢，其他城市的，比如成都的呀、武汉的，有很多人给我爆料，说他们当时参加运动的啊，第二天就接到警察来给他父母打电话了。这个我觉得不意外，以现在共产党的控制手段啊，能够查清楚在现场的这些人参与活动的人呢，难度并不大。但是我认为多数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他会对参与运动的这批人呢，施以什么呢？谈话、训诫，也就是吓唬这个程度。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也有原因，也比较多样啊。一方面就是过去的防疫措施啊，确实是不得人心，体制内的很多人也不认可啊。实际上，这些年轻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最终使得政策转向，体制内的很多人也是点赞的。他们并不认为这些人上街没有道理。他们认为有道理，但是在体制内说白了，他们其实依循正常的路径是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正常意见的。所以当这些老百姓聚集在街上喊出那些口号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心里头也喊爽呢，
他并不愿意正视这些人。所以我认为体制内的人对这些人不会处理太重。第三个方面，未来中国的社会运动啊，白纸将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动员的标志。这一次虽然说时间持续没多长，但是未来中国社会运动一定不会就此停止。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个体制没有变，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还会继续以某种社会运动的形式出现。当再次出现这个运动的时候，白纸一定会成为社会动员的象征，一定会成为一面旗帜。大家不要小看这张白纸啊，是这张白纸上虽然什么字也没写，它却可以使专制者瑟瑟发抖，它也可以让那些面对专制这个机器面前啊无力自保的人呐，充满了勇气。这就是社会运动动员的这个力量啊！你想啊，无数的社会运动、街头运动啊，甚至街头革命的时候，那些普通人如果放在他正常的社会位置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但是当一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有一面旗帜鼓舞着他们，他们就会无所畏惧。在中国，这面旗帜是什么？就是一张白纸。这张白纸啊，注定将会载入史册，注定将会在未来的中国社会运动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我觉得，中国的未来可期。经过这次白纸运动啊，我认为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啊，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他们认为这些老百姓愚昧、懦弱，不懂得抗争，只要给一点骨头，然后就会忘记自己的伤痛，不是这样的。他们低估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社会觉悟。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他们会表达自己的心声，甚至会以理性的方式来聚集在一起，表达自己正常的社会诉求。正是这种健康的、理性的力量，才是让那些专制者最为害怕的。